建軍、建明、建偉，你们3个把字签了。这3套房子1人1套，媽給你們的。媽，您真是深明大義，知道我們壓力大，還房貸養孩子，您就是咱家的定海神針。媽，您放心，以後肯定孝順您。媽，以後您就等着享福吧。蘇婉，你哥哥們壓力大，你一個女的沒什麼負擔，以後嫁個好人家就行了。這3套房就沒你的份兒了，你沒意見吧？媽，我沒意見，哥哥們的確辛苦，是該多給他們。好了好了，房子分完了，你們先走吧。媽，既然房子沒我的份，麻煩您在這張放棄繼承權聲明上簽個字。搞這些有什麼用？我也簽，省得以後有糾紛。媽以為有了3套房子傍身，晚年肯定能安享幸福。可她萬萬沒想到，這才是噩夢的開始。你能不能小心點兒？這碗300塊買的，你一個吃閒飯的，能不能別給我們添亂？媽，要不您去二弟家住幾天吧？我們家最近孩子要考試，需要安靜。媽，委屈您了，就這一間空着。媽，我們家最近手頭緊，養不起您了。您去3弟家吧，他剛結婚，條件好。我們家是2人世界，不歡迎外人。你有3個兒子，憑什麼賴在我們家？媽，對不起，我媳婦兒脾氣不好，您還是回去吧。媽，您來了，我給您準備了一個驚喜。婉婉，媽知道錯了，以前是媽偏心，你別跟媽計較，以後媽就跟你過了，給你做飯、打掃衛生。驚喜在樓下呢。叫車幹什麼？我們不出門啊。是你出門。這車是送你去大哥家的。我不去！你大哥那個沒良心的，他把我趕出來的。那沒關係，司機知道路線。大哥不要就送你去二哥家，二哥家也不要就去建偉家。他們都不要我，你聽不懂嗎？我聽懂了，在你那3個孝順兒子都不要你的情況下，我這個沒分到房子的女兒早就給你想好了退路。你說什麼？養老院？你要送我去養老院？蘇安，我是你媽，你怎麼敢這麼對我？你說對了，我就是敢。當初分房子的時候，你說女兒沒用，嫁出去就是潑出去的水。現在這盆水，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牽扯了。別動手，媽，家裡裝了監控，你打我一下，我就能報警，到時候養老院都不用去了，直接去拘留所。蘇婉，你把媽看住了，萬一她跑到我家樓下大吵大鬧，鄰居看了笑話。她是你的媽，你有贍養她的義務，我這住不下。我不是說了嗎？我家手頭緊，你先拿點錢，讓她住幾天旅館，等我們商量好了再說。要不把媽送去養老院吧，一了百了，我同意，費用我們3家平摊。
這樣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他把3套房子都给我们了，送他去养老院已经仁至义尽了。就是，早该送了，省得在我们家碍眼。我可不同意他住我们家，要送你们送，反正我不伺候。大哥，听到了吗？我只是提前帮你们执行了你们的孝心而已。婉婉，妈知道错了，妈以前对你不好，你别送妈去养老院，他们真的会不管我的。太晚了，妈，这是你们的因果。他亲手分出去的不只是3套房子，是3份依靠、3份退路和一整个晚年。阿姨别哭了，我带您回房，那是最好的单间，朝南阳光好。我不要住这里，我要回家。我女儿不要我，我儿子会来接我的。他们只是一时糊涂，他们会来的。妈，您真是深明大义，以后肯定孝顺您。妈，您就等着享福吧。那些话现在想起来，字字都像针往心里扎。你不知道让着哥哥吗？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家里没钱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原来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婉婉。妈，这么晚了打電話幹什麼？建軍，媽在養老院好害怕，你快來接我回家吧。媽以後再也不麻煩你了，自己做飯洗衣服，絕對不添亂。媽，你能不能別鬧了？養老院多好啊，有人伺候你吃飯，有人打掃衛生，比在我家強多了。我明天還要上班呢，掛了。您撥打的用戶已關機。喂，王桂蘭是吧？我告訴你，建文已經睡了，你別再打電話來了。我們家不歡迎你，你就在養老院好好待着吧，別再來打擾我們的生活。蘇女士您好，這邊是松白養老院財務室，王桂蘭阿姨第1個月的費用還沒有到賬，想跟您確認一下。費用由他的3個兒子平攤，我把聯繫方式給你，直接找他們要。我打過電話了，他們都說沒錢，讓我找您要，說您是女兒也有贍養義務，憑什麼讓他們全出？他們繼承了3套房子，我1分錢沒拿到，憑什麼讓我出？您告訴他們，3天之內不把錢交齊，我直接向法院申請強制執勤。蘇女士，早上好。張律師，養老院那邊費用，3個哥哥推說沒錢，讓養老院找我。放心吧，蘇女士，我們之前簽的法律文書都很完善，他們賴不掉的。如果他們拒不支付，我們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請支付令，到時候他們不僅要付錢，還要承擔訴訟費和滯納金。好，麻煩您盯着。蘇安，你什麼意思？居然讓養老院找我們要錢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依法辦事。你們繼承了母親的全部財產，就理應承擔全部贍養義務，這是法律規定的，不是我能說了算的。什麼法律規定？我怎麼不知道？你是他女兒，你就沒有贍養義務了？這錢我們不出，要出你自己出。可以啊，那我就向法院起訴，要求重新分割財產。你們手裡的3套房子本來就有我的一份。到時候你們不僅要把我的那份還給我，還要承擔這些年的贍養費，你自己算算，哪個更划算？你別太過分，不就是錢嗎？我們給就是了。但我告訴你，王桂蘭以後生老病死都跟你沒關係，別想再賴上我們。放心，我從來沒想過賴上你們。怎麼了？蘇婉又說什麼了？
蘇婉說，我们如果不交养老院的費用，就去法院起訴我們。這個蘇婉真是太過分了！當初他自己簽的放棄繼承聲明，現在又來威脅我們。那能怎麼辦？他手裡有我們的錄音，還有法律文書。真鬧到法院，我們肯定輸。輸就輸，誰怕誰？我們可以反過來告他呀。我們告他不贍養母親，要求法院判他承擔主要贍養責任。他不是有錢嗎？就讓他出錢。他那個房子那麼大，正好讓媽搬過去住，我們還省一筆。對呀，我怎麼沒想到？我們3個一起告他，就說他拒不贍養母親，還把母親強行送進養老院。不止這樣，我們還要去養老院找媽，讓她跟我們一起呢。就說蘇婉虐待他，把他關在養老院不讓出來。到時候鄰居們知道了，看他還有什麼臉做人。好主意，就這麼辦！我現在就給建明和建偉打電話。媽，你在哪兒？我們來接你回家了。媽，對不起，讓你受委屈了。都是蘇婉不好，是她把你強行送進來的。我們這就帶你回家。真的嗎？媽，我們都想你了，以後你就跟我們住，我們好好伺候你。好，我跟你們回家。对不起，你们不能带王阿姨走。蘇女士交代過，沒有蘇女士的同意，任何人都不能把王阿姨帶走。你憑什麼攔我們？她是我們的媽，我們想帶她走就帶她走，跟蘇婉有什麼關係？就是蘇婉那個不孝女，把我媽關在這裡，我們還沒找蘇婉算賬呢，趕緊讓開！你們再這樣鬧，我就報警了。你報啊，你趕緊報，正好讓警察來評評理，看看是女兒把媽強行送進養老院不對，還是我們接媽回家不對。你們來幹什麼？我們來接媽回家。你太過分了，居然把媽關在這裡，你還有沒有良心？我關她？是你們3個把她像皮球一樣踢來踢去，沒人要她，我才把她送到這裡來的。現在你們又來接她回家，可以啊，只要你們把她接回去，好好照顧她，我沒意見。接回去可以，但是費用得你出。媽養了你這麼大，你不能一點責任都不負。我憑什麼出錢？你們繼承了3套房子，我1分錢都沒拿到。按照法律規定，誰繼承財產誰贍養老人。你們要是不想出錢，就別接他回去。建軍，你們不是真心來接我回家的嗎？媽，你別添亂行不行？我們現在手頭緊，哪有錢養你？蘇婉有錢，讓她出點錢怎麼了？你說什麼？你們剛才不是說想我了，要好好伺候我嗎？那是騙你的。我們要是不這麼說，你能跟我們一起鬧嗎？王桂蘭，我告訴你，你今天必須跟蘇婉走，讓她養你，不然我們就不管你了。你們怎麼能這樣？我把3套房子都給了你們，你們現在居然這麼對我！房子是你自願給我們的，又不是我們搶的。再說了，養兒防老，養女兒不也是為了防老嗎？憑什麼只讓我們養？你們剛才說的話我都錄下來了。你們明確表示不願意贍養媽，只想讓我出錢。正好，這些可以作為證據，提交給法院。你們再動手，我就報警了。你們剛才的行為已經涉嫌尋釁滋事，警察來了，你們不僅要被罰款，還要被拘留。算你狠，我們走。我怎麼養了你們這麼一群忘恩負義的人呢？我真是瞎了眼了。
现在你知道了吧？他们从来就没有真心想孝顺你，他们只是想要你的房子。娃娃，妈知道错了，妈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妈好不好？你把妈接回家。太晚了，当初你把房子全部分给他们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今天的下场。你就在这里好好住着吧，这里有人照顧你，比跟着他们强。娃娃！1周后，我收到了法院传票，3兄弟联合起訴我，要求法院判我承擔母親的主要贍養責任，每月支付2000元贍養費，並將母親接回我家居住。現在開庭，請原告方陳述訴訟請求。法官大人，我們起訴被告蘇婉拒不贍養母親王桂蘭。我媽含辛茹苦把我們拉扯大，現在老了，沒有勞動能力了。蘇婉作為女兒，理應承擔贍養義務。可她不僅不贍養母親，還把母親強行送進養老院。法官大人，您看，我媽過得多可憐呀！蘇婉就是虐待老人。被告，你對原告的訴訟請求有什麼異議？法官大人，我有異議。首先，原告說被告拒不贍養母親，這與事實不符。被告從工作開始，每月都給王桂蘭寄生活費，直到前年，累計金額超過20萬元。而3原告除了逢年過節偶爾給幾百塊，平時幾乎沒有給過王桂蘭任何贍養費。其次，原告說被告強行將王桂蘭送進養老院，這也與事實不符。事實是，3原告繼承了王桂蘭的3套拆遷房後，將王桂蘭像踢皮球一樣踢來踢去。3原告拒不履行贍養義務，王桂蘭走投無路，才去找被告。被告為讓王桂蘭安度晚年，才將王桂蘭送到本市最好的養老院，並且被告提前支付了第1個月的費用。第三，根據民法典第1130條規定，對被繼承人盡了主要撫養義務的繼承人，分配遺產時可以多分，有撫養能力而不盡義務的繼承人，應當不分或少分。3原告繼承了王桂蘭全部遺產，價值超過600萬元，被告1分錢都沒有繼承，因此3原告理應承擔全部贍養義務。要不把媽送去養老院吧，一了百了。我同意，費用我們3家平攤。就是，早該送了，省得礙眼。法官大人，以下是我方提交的全部證據。原告、被告提交的這些證據，你們有什麼異議？法官大人，那些錄音都是假的，是蘇婉故意陷害我們的，放棄繼承權聲明也是他逼我們簽的。你說錄音是假的，有證據嗎？你說聲明是被告逼你們簽的，又有證據嗎？我沒有證據，但是我說的都是真的。沒有證據，本法庭不予採信。據本庭查明的事實，3原告繼承了全部財產，卻拒不履行贍養義務，將王桂蘭趕出家門。被告蘇婉雖未繼承財產，但多年來一直盡贍養義務，並將王桂蘭送到養老院安置。綜上所述，本庭判決如下：駁回3原告的全部訴訟請求，王桂蘭的贍養義務由3原告共同承擔，每人每月支付贍養費1500元，於每月10日前支付至養老院賬戶。如3原告拒不支付，被告蘇婉有權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，案件手理費50元，由3原告共同承擔。閉庭。法官，你等等，這判決不公平！蘇婉，你給我等着，這事沒完。我等着，你們要是再敢鬧事，我不介意再跟你們打一場官司。法院判決後，3位哥哥雖然不甘心，但也不敢再鬧事，只能乖乖每月支付贍養費。媽在養老院的生活漸漸穩定下來。我偶爾會去養老院看她，每次去給她帶些水果和生活用品，
但我們之間的話很少，通常只是坐一會兒我就走了。但這一次來，他叫住了我。婉婉，媽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这张卡里有5萬塊錢，是媽這輩子攢的私房錢。本來想留着養老的，現在也用不上了。你拿着吧。你自己留着吧，在養老院也需要用錢。我不用，他們每個月給的贍養費夠我用了。這錢是媽給你的，算是媽對你的一點補償。還有這張紙條，是你爸當年留下的。吾女蘇婉，夫將不久於人世，心中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僅留下存款10萬元作為你的嫁妝，望你以後能嫁個好人家，平安幸福。你爸沒留下什麼遺產，家裡就這些錢，都用來給你哥還債了。這錢被我挪用了。當時建軍要買房，首付不夠，我就把這錢給他了。我本來想等以後有錢了再還給你，可是後來就忘了。還有一件事，當年老宅拆遷，除了3套房子，還有一筆200萬的補償款，我把這筆錢也分給了他們3個。建軍拿了80萬，建明60萬，建偉60萬。我本來想留一點給自己，可是他們說我年紀大了，手裡不能有太多錢，讓我把錢都交給他們保管。我一時糊塗，就都給他們了。結果他們拿到錢後，就再也不管我了。這些事，你為什麼現在才告訴我？我不敢，我怕你知道了會更恨我。婉婉，媽真的知道錯了，媽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就是你。如果有下輩子，媽一定好好補償你。這錢你自己留着吧，過去的事兒就讓它過去吧。以後好好照顧自己。他沒有原諒我，但他已經不恨我了，這就夠了，這就夠了。法院判了每人每月1500元贍養費，對他們來說不是大數目，但足以讓這個本就貌合神離的家庭徹底撕破臉。怎麼了？誰惹你生氣了？還能有誰？還不是你那個媽！這個月的贍養費又該交了，1500塊錢呢！憑什麼我們要出這麼多？建明和建偉不也拿了房子嗎？那能怎麼辦？法院都判了。法院判了又怎麼樣？我们就不能少出點嗎？我覺得每人每月出1000就夠了，剩下的讓建明和建偉多拿。你是老大，平時什麼事兒都讓你扛，這次也該讓他們多承擔了。我覺得每人每月出1500太多了，媽在養老院也花不了那麼多錢。我看我們每人每月出1000就夠了。那怎麼行？法院判的是每人1500，要是我們少出了，蘇安肯定去法院告我們，到時候補錢還要交滯納金，更不划算。就是啊，大哥，蘇婉那人說到做到，我們惹不起他。什麼歪主意？我這是為了大家好。你們想想，每月1500，一年18000，10年18萬。媽要是再活個20-30年，我們得花多少錢？那也沒辦法，誰讓我們拿了媽的房子呢？拿房子怎麼了？建軍拿的是最大的那套嗎？不是啊，建明你拿的那套比建軍的還大呢。還有建偉，你拿的那套是新房，裝修都是媽給的錢，憑什麼我們要跟你們出一樣多？你這話什麼意思？什麼叫我們拿的房子大？当初分房子是媽自願的，又不是我們搶的。
再说了，建軍是老大，本來就應該多承擔。憑什麼老大就要多承擔？老大就不是媽生的，老大就該倒霉。要麼大家平攤，要麼按房子大小來出，誰拿的大誰多出。我同意，我家建維拿的面積最小，憑什麼跟你們出一樣多？應該按面積算。建明家房子最大出最多，我們家出最少。憑什麼我們家出最多？建偉是媽最疼的小兒子，媽偷偷給了他多少钱？別以为我不知道。上次媽給了他10萬塊錢買車，怎麼不說？你胡說！媽什麼時候給我們10萬了？你拿出證據來！倒是你家建明，媽給了他60萬拆遷款，全拿去炒股虧光了，怎麼不說？你才胡說！你胡說！建明，你當年借了我5萬塊錢還了嗎？建偉，你結婚我隨了1萬塊禮金，你心裡有數吧？大哥，你兒子過生日我給了2000紅包，怎麼不算？開口！贍養費的事我不管了，你自己看着辦。別找我們，以後別叫我們，我們也不管了。當初圍在一起爭房子的3兄弟，如今因為每月1500塊錢的贍養費，徹底反目成仇。那3套房子沒有讓他們變成一家人，反而讓他們連兄弟都做不成了。一群忘恩負義的人，當初分房子的時候，一個個都搶着要，現在要出錢了，一個個都跑了。我怎麼會有你們這樣的弟弟？這日子沒法過了，都是你媽害的。當初要是不把房子全給他們，我們也不會落到今天這個下場。行了，別吵了，還能怎麼辦？等以後有機會再跟他們算賬。他沒想到更大的麻煩還在後面。建軍在一家國企當了個小科長，手裡有點小權力。這些年他利用職務之便挪用了不少公款，買房換車，他以為神不知鬼不覺。蘇建軍同志，我們是紀檢委的，請你跟我們來談個話。經過調查發現，你挪用公款共計80萬元，數額巨大，已經構成犯罪。公司不僅開除了他，還把他移交給了司法機關。建軍被抓的消息很快傳開了，劉梅去找建明和建偉，想湊錢把建軍保出來。我沒錢，家裡的錢都被我炒股虧光了。嫂子，我剛結婚，手裡一點積蓄都沒有，幫不了你。媽，求求你救救建軍吧！他要是坐牢了，我們這個家就完了。當初你們把我趕出來的時候，怎麼沒想過會有今天？建軍落到這個下場，都是他自己作的。我沒錢，救不了他。媽，你怎麼能這麼說？建軍可是你最疼的大兒子，你不救他，他就真的完了。我最疼的大兒子，我最疼的大兒子，把我趕出來，不管不顧，不管我的死活。我現在就是一個孤老婆子，哪有能力救他？你走吧，別再來找我了。不久後，法院審理了建軍挪用公款一案。由於你認罪態度較好，並積極退賠了部分贓款，經本院裁決，判處有期徒刑3年，緩刑5年。閉庭。他丟了工作，背上巨額債務，房子被抵押，妻子帶着兒子回了娘家，一夜之間一無所有。你自己犯的錯，自己承擔，別來連累我們。大哥，不是我不幫你，是我實在沒能力。我媳婦知道我收留你，肯定跟我離婚。媽，我錯了，我真的錯了，你救救我吧！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。我這裡也沒有地方給你住，我給你點錢，你自己找個地方住吧。以後好好做人，別再幹那些違法亂紀的事了。
媽，謝謝你，我以後一定好好孝順你。不用了，你只要好好活着，別再給我惹麻煩就行了。我知道他是改不了的，可當媽的又能怎麼樣呢？建軍的事過後，建明和建偉也老實了不少，再不敢拖欠贍養費，生怕自己也落得跟建軍一樣的下場。蘇女士，告訴你一个好消息，我查到当年老宅的宅基地有你的份額。我的份額？怎麼可能？我記得宅基地證上只有我媽的名字。沒錯，證上確實只有你媽的名字，但根據村裡的檔案記錄，1985年分宅基地的時候是按人頭分的，每人20平米。當時你們家5口人，你爸、你媽、建軍、建明，還有你，所以這套宅基地裡有20平米是屬於你的。後來你爸去世了，他的份額由你媽和你們4個子女繼承，所以你總共擁有這套宅基地1/4的份額。老宅拆遷是按面積補償的，也就是說，3套拆遷房裡有1套是屬於你的。那我現在還能要回來嗎？當然可以，你作為共有人，有權要求分割補償款和安置房。而且，王桂蘭在沒經過你同意的情況下將份額分給兒子，這是無效的。你可以起訴要求返還房子。讓我想想吧。我不是在乎那套房子，我是覺得這麼多年來受的委屈，終於可以討回來了。張律師，我決定了，起訴。我不是為了錢，也不是為了房子，我是為了給自己一個公道。第二天，我委託張律師向法院提起訴訟，要求確認我對拆遷房享有1/4所有權，並讓建軍返還。蘇婉，你太過分了！當初是你自己簽的放棄繼承權聲明，現在又來要房子，你說話不算數。我簽的聲明是放棄繼承父親的遺產和母親的個人財產，但宅基地的份額是我個人的合法財產，不屬於財產範圍。媽無權處分我的個人財產，她將我的份額分給你們是無效的。經本庭審理查明，原告蘇婉對老宅宅基地享有合法份額。本庭判決，蘇婉對老宅拆遷房享有1/4的所有權。王建軍於生效之日起30日內，將其名下的3居室房屋返還。蘇婉，你太過分了！被告再擾亂秩序，本庭將對你採取拘留措施。判決生效後，建軍拒不騰房，我向法院申請了強制執行。他無家可歸，只能在外面租單間，靠打零工為生。我拿到房子後並沒有自己住，我把房子重新裝修，改造成養老院。我開了一家社區養老院，專門收留那些被子女拋棄的老人，取名婉心，希望這裡能成為老人們溫馨的家。蘇婉同志，以後這裡就看你的了。歡迎老人家，裡邊請。媽，你怎麼來了？我來看看你的養老院。婉婉，你真能幹，媽為你感到驕傲。媽，以後你就搬到這裡來住吧。這裡有很多老人，你可以跟他們聊天、下棋，不會孤單。真的嗎？你真的願意讓我住在這裡？這裡也是你的家。謝謝你，婉婉，謝謝你原諒媽。這麼多年的怨恨，在這一刻，終於煙消雲散了。後來，建明和建偉也來過養老院幾次，他們看到媽在這裡過得很好，心裡有些愧疚，想把媽接回家，但媽拒絕了。我在這裡過得很好，不用你們操心，你們以後好好過自己的日子就行了。他們每月都會來看看媽，雖然關係再也回不到從前，但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樣劍拔弩張了。建軍再也沒有出現過，聽說他去了外地，再也沒有回來。養老院越辦越好，收留了越來越多的老人。過去的
已經過去了，未來的日子還很長。我會好好經營這家養老院，讓更多的老人能夠安享晚年，也會好好照顧媽媽，彌補我們之間缺失的那些年。